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杨永明老师。钱子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包括现在英国的街头很骚动、很骚乱。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我们看到随机杀人的案件，而且是对妇女跟小朋友下手，真的让人看了觉得很难受哦。最新的一个案例是11岁的女孩，还有34岁的妇女遭到刺杀。可是这个犯案的地点是伦敦的闹区哦，而且有很多外国游客会来这里观光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当地呀，包括英国民众非常的害怕，也很愤慨哦。那另外前几天也有一名卢旺达2代袭击舞蹈教室哦，看到这是移民嘛，移民的2代，那导致3名小女孩死亡哦，全英国开始到处烽火连天，暴动横行啊。那目标是有点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血还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目标锁定移民。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这个暴动的据点多达38个哦，这个点出来的地方，全英国都有，而且还在持续上升之中。那现在呢，英国这个有一些媒体就报道说，哎呀，这个暴动是来自于普丁哦，是来自于普京，来自于俄罗斯啦哈。这个MI6哦，这个是英国的军情处哦，这个6处哦，他就控说俄罗斯啊，他在后头煽风点火，所以才会造成现在13年来最大的动乱。而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英国我刚刚讲经济啊包括整个欧洲啦应该是说全世界都不好。可是我们特别来看看，包括德国2024年的经济没有成长，那英国的通膨越来越严重，现在回升了嘛所以你说物价高啊，那民间呐又有这样子的动乱呐，所以现在英国一团糟。尽管工党现在新的这个领导阶层上来了嘛工党赢得了这一次选举那可是那未来他怎么样领导英国往新的方向走大家也都在看。英国新任的外交部部长拉米他就透露一个讯息说我们要决定去访问中国，那是要强化两国的交流信号啊对北京来说趁着我们这个政党轮替之际啊，重新检视两国的关系是一个好机会。可是我们目前为止都看到拉米讲，看到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好像看起来比较没有报道，好像也没有什么回应啊。所以有一说就是拉米他急着高调公开喊话，透过媒体把这件事情变成事实。是因为英国的经济需要中国支援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指标，北京在英国有一个大使馆。可是本来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希望把这个使馆扩建变成一个超级使馆，里头呢要计划把它扩大变成现在的10倍比现在多10倍这样子的地理面积并且要新增文化交流中心。可是在2022年那个时候就被打回票理由是说附近有居民在抗议啦所以这一次工党隔14年重新上台，那有没有可能这个 project 这个计划有可能让它过呢？这也是一个对华政策的新考验。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英国的政坛变天过后这个中英关系啊 BBC 都做了很多的一个专题报道，到底未来会怎么走呢？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 AUKUS 它这个签订关键协议这个美国英国还有澳洲3方安全伙伴关系签署了什么包括核装置以及原料的转移协议。那王毅他就这个发出了抗议他说这个会违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宗旨，因为这个澳洲在南太平洋这个在这个南半球嘛南太平洋，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角力表面上平静无波，可是底下呢其实都是政治上面的一种这个交错的关系跟利益。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的结盟看起来越来越深最近的一个新的讯息是，英国皇家海军监视途经英国水域往返俄罗斯的中国船舰你可以看到这是中国船舰，那2艘中国军舰在1艘英国护卫舰的密切关
关注监视之下通过英国的水域那这个在3个礼拜内有2次经过，而且这个中国的船舰是往返于俄罗斯这个都是表面上面我们看到的现象。那在南海，我们在大白话也讨论非常久这个小马可仕其实跟美国的关系很深嘛那军事上也是。所以呢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哎呀，南海可能会有危机可能地缘上面会爆发战争。那中共的军机也在南海的空域有一些行为有一些这个飞行，所以小马可仕说这是违法，而且很鲁莽这个毫无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水域的争端都还没有平息，在空域上面、领空上面又出现了一些争端小马可仕他亲自总统他亲自出来轰解放军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强势这又代表了什么呢？包括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也说你要收敛讲中国你要收敛。那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讲说南海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类似的危险事件，他们是刻意这个放出这样的讯息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目的？老师，这当然是刻意了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背后就是美国嘛。那他们的一贯的手法就是先给你搞乱，搞乱以后，美国的媒体就开始大肆的报道，然后接着他们再变本加厉再搞乱，然后最后这个长久以来，然后就说都是你搞乱因为原本南海很安静，在杜特地时代南海很安静，什么问题都没有。菲律宾的渔民也可以到黄岩岛那附近去捕鱼，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会突然间仁爱礁、宪兵礁、黄岩岛闹起来呢？就是菲律宾突然说，这是我的主权，然后他要去加固工程。中国说，对不起，我们已经有签过协议，而且是你小马可仕跟我们亲自签的，说我们这个按照杜特地时代大家有个默契，人道主义的补给可以，但是不能够去做加固的这个工程建设。可是你小马可仕自己撕毁合约，然后撕毁协议，然后结果那个协议本来美国人说没有，小马可仕说没有，结果被人家揭露出来有，美国媒体自己也报道了有。那这个叫做什么？公然说谎。公然说谎，大家都知道背后就是美国嘛，因为美国就派了他的所有的高官都去了菲律宾，才开始造乱。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搞一场这种猴戏没有意思了。那你菲律宾只要不再来闹，这个意外事故就不会发生嘛。你要继续闹，那迟早会有意外，迟早会有。那你菲律宾就等着那个意外发生，那就是因为你自己造乱的一个结果。至于您看到的中国大陆的军舰到日本，到英国的英吉利海峡2次它并不是就去的时候然后回程，不是，他是去参加这个圣彼得堡他的海军节，然后跟俄罗斯的海军在这个他们称作为北约湖在这个内海这个地方举行联合演练之后，中国大陆的2艘战舰就进入了英吉利海峡了，也就是穿越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等，然后再回来，再一次回来。那这样的一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只有北约的国家可以到中国的家门口，例如说连荷兰都派他的军舰到中国的家门口，然后在那边耀武扬威，加拿大也来，德国也来，法国也来等等，连英国也都来。那现在中国大陆证明说，我也可以到你家去了。这种导弹驱逐舰或者导弹护卫舰配合的补给舰，就是证明说中国大陆的船舰也可以到你家，而且这个船舰代表每一艘的船舰都有几十枚到上百枚的一种海对地或者海对海的作战能力，跟海对空的作战能力，再加上有补给舰的支援的情形下，未来我估计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签订更多的军事准入的协定，也就是未来中国大陆的军舰舰队驻守在俄罗斯，在那个地方进行对于北约国家的常态性的巡逻，这很有可能会发生。未来在海参崴，也就是在日本海进行常态性的巡逻，一直到美国的全境，这个也会发生。所以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都会看到中国大陆的军舰舰队不是1、2艘战舰，舰队在北约的北约的地区存在，在美国、日本的地区存在，这个都会成为常态。也就是说，今天过去都是你到我家来，现在是我到你家也去了。
那大家走来走去嘛，那你敢对我怎么样，我就敢对你怎么样。那以往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就是人家到你家来，你没办法到人家去，你就是被人家欺负嘛。可是现在情况就是我也可以打你了，那我也可以打你，而且我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那么更加强大，甚至未来航母都到了，那这个作战能力就更强了。我想这个就是让你北约必须要回防，你不能够一直往外扩张，你必须要回去守住你自己，这一定要走的路。那至于英国跟中国大陆未来该怎么走？你看，为什么工党一上来以后就想让他的外交部部长到中国大陆去，其实就是为他们的首相到大陆去访问铺路。可是大陆在这一次显得很谨慎，因为不要忘了，在前一任保守党的时代，他们跟大陆签了黄金10年的合作协议，结果说撕掉就撕掉，也就是说，一个保守党。英国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政治上还蛮成熟的一个政府，然后跟大陆签了一个10年的合作协议，说两边要在金融方面合作，在这个核能方面，然后要盖核电厂，而且呢还有就西罗机场的第3期工程，全部都要帮英国这样做起来，然后让英国的金融业可以到中国大陆来发展，彼此之间的贸易要往上升高，结果签了。习近平也到了英国去，然后也吃了他的炸薯鱼、炸薯条，对不对？这个炸鱼还喝了啤酒啊，就是说已经想尽办法两边要拉近关系了。结果你英国人说撕毁就撕毁，那你现在你这个政府就是工党换届上来了以后，你又要来中国大陆，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就说你会不会又反悔啊？你会不会又今天说好的，明天又变了？所以对大陆来讲没有把握，那就当然要看您刚讲的大使馆的问题啊。这个地早就买了，是，那英国早就买了，英国一直不批准。对。那找了一个理由说，哎，别人可能会抗议，邻居抗议啊。那我们的那个内湖呢？ AIT 呢？对 ，AIT 邻居也有抗议啊，也有一些争议，还不是照盖，那就是很明显嘛，盖跟不盖而已嘛，就政府要不要批准而已，要不要批准而已。对，来，杨老师，就是英国的这个暴动啊，我们在媒体上其实看了很多，是，而且在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之前，其实我就注意到，是，那它其实是整个欧洲、英国这种极右翼的党派，然后呢串联变成一种就是这种风潮，然后在一连串的这些所谓的种族的议题的事件点燃之后呢，它就开始在这个壮大，其实就跟英国的这个足球迷一样，类似的这种动作。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于英国一直以来它的种族的这种包容政策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而这个时候，英国要把它推给是俄罗斯在背后煽动，我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去在英国里面有这样广泛报道吗？我刚刚查了一下，没有嘛，对不对？而在国际新闻上，居然我们知道在台湾这边还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消息，是 New Talk。英国人自己根本不认为，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在哪里，而且那种所谓还我的国家把国家还给我，也就是比较右翼的白人对于这种种族，尤其是来自于就是北非穆斯林你看现在伦敦市的市长都是穆斯林，对不对？所以这些没有办法去做很进一步的种族融合，特别是当经济问题变得比较这个压力大的时候，那结果有这样子一个甩锅，国际媒体居然这样子报道，就让你想到，那英国那个时候不是批评在香港的送中运，这个就是反送中运动，是不是？那也有人说背后人是有煽动，结果呢？你看他们这个英国的首相现在讲的话，跟当时那个英国首相批评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的这个语句。那至于英国的对中政策的态度，我觉得根本不重要。英国已经现在是掉了第5、第6这个就是这个经济体了，它能够去影响整个世界局势吗？它基本上其实就是跟着美国。你看，像是 AUKUS 美英澳，这其实是为了要好这个趁那个好看，然后帮助英国在这个军工产业
因为如果单纯就是美国跟澳洲去做一个核子动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的话，那就基本上是等于是美国在整个区域做改变现状，然后呢扩散核子原料跟技术，然后呢针对中国，所以把英国也找来，看起来好像有这样子的情况，但实质内容是一样。那这样子的一个算不算核子扩散？我觉得是，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它是个核子技术的扩散，而且 IAEA 没有办法检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中国大陆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核子弹头必须会增加，我觉得他们一定会采取逐步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500枚，因为将来这是一个真正要面对国家自救自保。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未来在核子弹头的增加的数字可能会接近破1000枚的可能性。哇，大家在竞赛了来。那我认为南海的问题这个菲律宾这个底气会越来越不够。我们看了从今年6月份的那个断指事件呢，他们因为海警船过去取缔，那菲律宾的那个士兵那个指头断掉，还有8把的那个冲锋步枪被没收了。那我们可以知道，那有4个趋势来看呢，菲律宾在这一方面呢，它的能力或者越来越不足。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最重要是美国采取观望的态度。美国并没有涉入很深。美国一般来看，美国航空舰也离开了，这个大型的这个飞弹驱逐舰也不进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那就知道美国在态度上的话，采取观望的态度，让菲律宾去应付。那这样菲律宾的最后最大的靠山，那就相形失色了。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那个中国大陆自从美济岛、还有主碧岛、还有永暑岛填礁造岛完毕之后距离黄岩岛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仁爱礁，还有仙滨礁，都很近啊。他们飞机都有机场，一起飞就到了。那这样的话，以前的时候是有这个我们讲的距离的问题，现在没有距离问题，一起飞就到了。那这样的话，对菲律宾来看，菲律宾以前有距离优势，因为毕竟距离吕宋岛跟巴拉望岛菲律宾近，它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填礁造岛完毕之后，那直接就我们讲的战力直接投射过去了。那这样的菲律宾的优势，它有距离的优势，现在距离优势也不存在了。那第三个，这个中共的这个山东号的航空母舰这航空母舰是常驻在海南岛。那海南岛距离黄岩岛多远呢？800公里。那这样航空母舰一出来就已经到了。那这样的他们就是首当其冲，就是这几个这个争议的岛礁。所以按照道理讲，菲律宾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优势本具的，也因为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的成军，而且有常驻在这个海南的三亚湾。那这样的话，那个菲律宾的这个优势又失去了。那山东号常常都要出来训练到南海或通过巴士海峡，就是这3个岛礁就在附近。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三个优势。第4个优势，中国大陆现在无人机开发非常成熟，无人机起来之后，把所有的这些黄岩岛也好，仙滨礁也包括仁爱礁了，整个海上动态掌握一清二楚。以前要有人机过去，现在不用了，无人机过去整个看得一清二楚，然后直接通过电子光学直接传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指挥中心，直接可以掌握到当时海空动态，要派要派海警船，还是要派军舰，还是要派什么其他的这个海上民兵来做应对，那很方便啊。所以这4个优势被中国大陆慢慢都拿到了。那所以这3个岛礁，菲律宾的底气越来越不够。是。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现在的民调看起来是全民调落后于贺锦丽，可是他要急起直追了今天早上8点当地时间，他接受马斯克的专访，在 X 上面。那大家知道过去Twitter 的前身这个 X 的前身是 Twitter 嘛，包括 Facebook 其实都封杀川普。那现在呢，他重返了这是1年多以来，他睽违1年多以来重新回到 X 发文。那这个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技术性的灾难，没有办法直播出去为什么？因为它被攻击了，被 DDoS 攻击是一个阻断服务攻击，所以呢 delay 了30分钟之后才顺利直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线上累积我们看到的这个同上的这个累积人数是1780万蛮多人的。不过必须讲，因为全世界都关注嘛。那这个川普到底说了什么呢？在直播中，他特别谈到了说，当面临俄罗斯、中国还有北韩像这样强大核武的国家以及威胁如果你们的总统不是有面临危险的这个
可以处理这些危险的话哦，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去 handle 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川普意思言下之意就是我才能够处理像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由贺锦丽当总统，他没有办法处理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他这个抛出来的问题是说，你能想象吗？像是贺锦丽如果跟习近平站在一起谈判。他可能只会傻笑啊，所以一定要由我川普才能跟习近平一起平起平坐哦。所以呢，他自己又自夸自擂说，我跟国际领袖都很熟啊，像是习近平啊，还有金正恩啊，我们都有交情哦。的确啦，他们都曾经有见面哦，也有做过一些谈话哦，包括在北韩那个38度线那一次哦，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历史的镜头跟新闻画面。那贺锦丽自己也有一个问题，尽管她现在声势有被拉起来，可是她宣布参选之后，她不受访哦，从来没有受访，也不开记者会。所以像是华邮就提出一个问题哦，他说贺锦丽在很多议题上面其实都保持模糊，包括中东的问题啊、以色列的问题啊，可能是要避免提供对手攻击的素材哈。那另外呢，他没有自己的理念的详述啊，也没有告诉说大家他的手段啊是什么啊，所以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选民会质疑哦，他是不是只跟着政治风向摇摆，也会怀疑说你选前选后会不会不一样哦？这个模糊的空间也太过模糊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的副手范斯他说我们不想跟中国开战，可是中国一定是一个敌手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那另外我们看到奥运已经落幕了吗？那已经落幕之后，包括各国其实也在这个同场竞技中各有一些擅长。而马克宏他的祝贺中国在巴黎奥运取得出色的成绩，来听听看马克宏他说什么。Écoutez, d'abord, votre pays va terminer comme depuis maintenant plusieurs années les réinvestissements qui a été fait parmi les deux meilleures nations. Et bravo de cela. Et je pense que du tennis de table à la natation, vous avez montré, pour ne citer que ces deux épreuves, et on pourrait en citer beaucoup d'autres, la capacité à produire des athlètes de grand talent. 好，奥运落幕了，可是美中在这个奥运中间的一个博弈在奥运中间的一个国力展示其实还在延续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央视就提出一些疑问他说这个美利坚重科国，嗑药的嗑他提出6项疑问，他们认为其实他们强烈质疑包括央视包括很多民间，你也看到很多人发了很多的贴文，就是说你看看为什么美国队他们的这个选手在游完泳之后脸都变紫了呢甚至他们也举出很多的例子，像是有人被这个验出药检是阳性的讲了一些很光怪陆离的理由，包括说爸爸滴眼药水滴在床上，女儿就这个选手一躺结果就一验出来就是药检没通过。包括呢，他们还提出来说，2028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不会到时候美国主办，谁不听话，美国就抓谁呢？那药检就变成了一项工具了呀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各种的这个体育的竞赛的这个各种质疑，到现在其实都还在争论当中。包括中国大陆男子泳队这个混合的这个混合接力赛100公尺混合拿下金牌我们看到这一位小选手，年轻的选手潘展乐他的逆转胜，到现在很多人都津津乐道因为他实在表现了超高的技巧，包括解说员都很激动的在解说。而另外我们看到几位跳水的中国大陆的选手陈雨希以及全红婵其实也在很多的运动迷心中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看到有些人攻击说全红婵因为家里面可能家境不允许，所以他是文盲爸爸说没有希望他继续念大学而我们查到的讯息是陈雨希已经选择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的材料工程专业，全红婵是在上海体育学院，所以他们都上了大学包括孙颖莎是念上海交通大学，某种程度也破了外界所谓的文盲说来，我们来请教老师。
这个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跟上海交通大学都是一线的大学啊，一本大学，很好的一个学校。同济大学是跟德国有很深的关系，因为当初，这个是德国在这个清华啊，不是清华，就是说，当时的一个赔款中所成立的一个大学啊。它到今天为止跟西门子的合作也很多，实验室也都很先进啊。那这些优秀的选手都进入这些名校来就读，而且读的都是科学很多的这个专业，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网络上的谣言破坏、抹黑、重伤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杰出运动员见不得他们好，像台湾有一位女生运动员表现得真的很好啊，林玉婷，你看有多少人在攻击她、侮辱她、在黑她，这见不得别人好，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运动员不容易啊。他们的体魄、体能、意志、技术、技巧、专业的知识、科学的知识，这些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四肢发达，现在都是一种高知识、高技术含量的一种运动啊。我觉得太多人实在是不太了解运动这个产业了啊，那么应该要赶快更正回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游泳队确实普遍清一色游到底的时候都变成紫色，这个美国盖不了。美联社即使 P 图也盖不了，因为路透社或者其他的外媒，世界各国的媒体所拍到的，电视直接转播出来的，看到的就是清一色都变成紫色，这个太诡异了。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国内法，它的要件凌驾于WADA之上，凌驾于 ITA 之上，这个倒是严肃的事哦。那么根据这一次美国在药检的时候的这种不成比例的这种要求，例如说中国大陆的选手被药检了，平均每一个人2、3次，而美国只6次，而中国大陆要求要比照办理的时候，美国拒绝。那问题就在于，在美国的举办运动的时候，美国的法律它凌驾于WADA之上，那如果美国要求你要接受药检，你拒绝，他可不可以马上就逮捕你？可以的哦。所以当时在结束的时候，很多国际的媒体记者就问美国的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说：“你的国内法凌驾于WADA之上，这是不对的。但是你怎么解决？”他们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代表什么？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给全世界的运动员一个合法的、合理的保障，因为美国的运动员可以查别人，他不被别人查，这种区别对待、歧视性的对待、双标的做法、大小眼的做法，坦白说不能保障全世界运动员的安全，这是不合理。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央视要在结束以后全方位的发动总攻，那就是因为4年后在美国办，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在之前解决的话，搞不好很多国家不愿意派代表队啊。如果中国大陆不愿意派代表队的话，那我不晓得这个美国这个奥运还办还是不办，还能不能办得下去？所以美国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大陆已经说我们会支持你洛杉矶来办这个奥会，但是你必须要公平对待，那要看美国自己了。贺锦丽不能够一直在逃避被媒体记者的这种提出来的询问，也不能够再逃避接受专访。对，贺锦丽一直拒绝哦，现在连一直强力挺民主党的《纽约时报》，特别是连续好几天全方面的在把这个贺锦丽造神的《纽约时报》都看不下去了，都说你必须要接受专访，必须要接受记者提问，你不能够一直在躲，回避。也就是说，因为大家有太多问题要问他了，非法移民的问题，什么叫非法移民？你的定义是什么？那对于所谓的非法移民，就是不是以正当手段进入美国的这一些移民者，你的处理是按照共和党的要求、范式的要求，是一律遣返，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手段？你不能回避。例如说，你年薪40万美元，也就是1200万台币以下的不征税，但是以上的你征不征税？到目前为止，他拒绝回答。是所以他回避了很多美国他们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民众都想要知道的问题，因为你要选总统，是你总不能这个不说，那个不说，那个不说。好，大家问说，那你的政见呢？到目前为止没有政见，
他就有一个证件，那个证件就是川普的证件，就是那个小费不扣税啊，就你到餐厅吃完饭以后，你付那个小费，那个小费不扣税。川普说：“哎，你唯一的证件就是小费不税，那就是我抄我的，唯一的证件是抄袭。你想想看，美国的媒体怎么可能再继续的忍耐下去？他不可能放过他的啦，他迟早要面对的。”来，游明老师，川普这个接受马斯克的访问哈，其实蛮有内容的，蛮有内容。我们这边提到的就是说，他是在比较他跟贺锦丽，尤其是在面对国际情势、外交、战争、中美之间的竞争，他当然自己做过总统，他有他很固定的这个看法跟观点，见仁见智，对不对？也取得了就是一定的政策的成效，毕竟。拜登的这个政策其实跟川普也不过是大同小异。那你可以说很多其实拜登的政策也是延续川普的。那可是如果现在是拜登、川普在对比的话，两个人就有的争了。可现在是川普跟贺锦丽，那贺锦丽在这方面就面临到很大的考验了。刚才讲到，不只是《纽约时报》，连《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了。就是连贺锦丽，你总是要接受访问吧，你不能变成蔡锦丽吧？对不对？不面对媒体，永远不面对媒体，700多天不面对媒体嘛，对不对？700多天呢？那问题，美国不是台湾呢？那台湾是个很畸形的这种社会，是不是？有一个人这个 A 了500万还回去，哎，这个事情就没了。全世界对台湾媒体认为他的事情就过去了。他是 A 了多少钱呢？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今天蔡锦丽在美国能不能够吃得开？绝对不可能嘛，连挺他的媒体都受不了。那如果你要问，现在如果说俄乌战争扩大了，延烧了，现在已经延烧了。对，那个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了，对，贺锦丽你怎么面对？你不能说，哎，我们让这个拜登总统来回答。对不起，他明年1月10号之后，他不是总统了。你想当总统，你要讲话，你的政策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伊俄跟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如果升高对贺锦丽的情势选情是非常不利。为什么？因为他马上这个高下立见。我再补充个，就是马斯克还问这个川普什么东西呢？川普说美国没有高速铁路是不合理的。这个川普在做总统的时候，他取消给加州要发展高速铁路的10亿美元的补助。道理来了，因为我们要做高速隧道，那是谁在做？马斯克的 Boring Company， 他在做高速隧道工程。然后呢，川普还说我们要关闭教育部，把教育还给各州。川普还说我要成立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这点很重要。因为马斯克马上回说，我可以提供帮助，所以马斯克将来不会入阁，但会入到这个委员会里面去。谢谢老师帮我们补充这个川普在 X 上面的谈话，因为我们在制作这个 CG 墙的时候还来不及 catch up 的这个重点。来，接下来是将军怎么看呢？对，那个范神有讲啊，他制衡中国是无意跟其开战嘛，但是我认为不会开战，那继续开干。就开干嘛？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他们中美它两个大国它是不对盘的嘛。你既然不对盘，那继续开干啊，那一直开干下去啊。我们看，尤其在太空领域，对吧？美国是 GPS， 中国大陆北斗，对不对？然后这个天宫太空站，那美国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对不对？然后大家现在抢着要去登陆月球，是不是都是在太空领域中就在开干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经济领域中也在开干啊，那不是嘛？那美债，那中国大陆抛美债啊。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利率高，它是5%， 5%的利率高，投资的意愿就会低，因为利率高，大家不来投资，失业率也会相对的带动上扬。那像大陆上扬的话，那中国大陆呢，不但是抛美债，不但抛美债之后呢，还去美元化，尤其在金砖5国、金砖10国，都希望能够去美元化，跟俄罗斯的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石油交易都不是用美元，用人民币跟卢布来做交易。跟其他国家也相对的要拿人民币来做交易，这就去美元化也在走啊。那第三个，我认为啊，这个军事上，因为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美国在抵制，美国在制裁俄罗斯，就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在干嘛？在中国大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啊，还有联合海上联演、军事演习都这样子。美国去
美国就制裁，美国去管控俄罗斯，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军事上面是来有合作，有更提升一层的互动啊，这个也是啊，也是那个跟他们两个是不对盘不同调的嘛。那再来我们可以看，那在中东大家追到比较热门，尤其是伊朗跟以色列两个在那边打来打去，结果美国当然是提令挺以色列的嘛，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也表态啊，伊朗也赞成伊朗可以有限度的报复，是这个样哎。那美国挺以色列，中国大陆挺伊朗，那是这个样啊。那看起来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对盘？也是在做啊。这是区域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样是不对盘。刚才讲的是国际性的，是。那最后我们来看科技战。科技战的话，中国大陆也是受到美国在晶片这一方面的，希望它降速，有没有？希望大家对中国大陆晶片的输出，在技术上是有管制的。不要像中国大陆那么快就拿到，那么顺利就拿到晶片，或者叫做半导体这方面的技术，还有它的制程，是这个样嘛？是你看看各个领域中，虽然没有开战呐，但是继续开干下去。没错，这个将军讲的没错。我们现在最关注的焦点就是以伊之间哦，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打起来？我们不乐见。可是看起来风满楼哦，这个山雨欲来哦。我们看到白宫就说，伊朗哦可能本周会攻击以色列，这是来自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的说法哦。其实他们预测好多次，一下子说是8月初，一下子说是8月12号，现在说是本周哦，所以真的是迫在眉睫吗？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队进入高度的戒备哦，布林肯打算到中东去坐镇哦。13号时间点可以显示这个地方真的是高度紧张哦，要不然这些人不会飞过去嘛。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西部接壤伊拉克的边境有军演，也在加强战备警戒。珍珠党这边有动作哦，他完全撤出了贝鲁特总部哈。以色列呢禁止空军人员出境哦，通进修也不能出境，所以呢是要因应伊朗的攻击吗？你看到这样子的动作，其实让人蛮紧张的。而英国、法国、德国说，我丑话说在前头哟，如果你伊朗啊真的袭击以色列，你要承担责任，感觉是在警告他，感觉是在威胁他。而另外我们看到华盛顿也发出警告说，你伊朗不要向俄罗斯转让导弹哦，讲的是另外一个战场，是俄乌战争哦，因为看起来伊朗有可能要把导弹转到这个俄罗斯了吗？他说，如果你真的转了，你就是支持这个战争哦，所以这个会对你做出相对应的制裁。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国际的油价已经连续5天走高了哦，涨幅超过4%，黄金涨幅将近2%哦，这都是一些这个金融面的一些反应。而另外我们看到哈马斯最近他这个承认一件事，说对我有杀害人质。那这个以色列主要生气的是这些人质没有被放出来嘛？那现在呢，哈马斯说有1死2重伤那你以色列自己要负全责是你要负全责，是你逼我这么做的。而另外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打了这么久，第一次我们看到乌克兰反攻啦。他打到俄罗斯去了那这个乌克兰最大反攻，这一周掌握了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那等于是俄罗斯一整年占领乌克兰的领土相当所以突然泽伦斯基吃了大补丸吗？他就说战争正回到俄罗斯。那我们看到这一幕，其实蛮残酷的，蛮残忍的啦这是乌克兰的军人因为他已经攻进了这个库尔斯克所以呢，他把这个当地阵亡的俄军的尸体排成一个 Z 字形这个就是表示胜利的意思嘛可是呢，他用来羞辱俄军，那我们看了真的是觉得蛮残酷、蛮残忍的，这是战争的这个邪恶的地方。而另外，华府的智库民调显示，80%的美国民众说不应该再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了他们觉得说你这个要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援助。而另外我们看到过去2年美国或西方国家不是在制裁俄罗斯吗？可是我们看到的是230亿美元欧元的钞票流入俄罗斯，所以这是代表制裁没有效果吗？还是怎么回事呢？来请教老师。确实，中东地区的战火很有可能就在这几天要爆发了美国之前的预估确实是失灵了，错误。
美国自己也承认啊，因为已经过去了嘛，他本来估计8月5号、6号2天开打，结果没有。然后川普更离谱，当天晚上开打，结果马上就被打脸了。反而是以色列的预估比较准一点，也就是预估在这2天就13、14或者12、13，现在估计应该在15。那美国白宫在昨天承认了，说以色列的情报评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预估是在于15号左右也就是在礼拜4，台湾的礼拜4，那么前后，也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几天，那可能会有这个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在15号？之前是说在以色列的羞耻日来进行攻击，那现在为什么会选说15？那就是因为预定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跟哈马斯，也就是在美国还有这个埃及、卡达等这些国家的斡旋下，可能要展开这个所谓的停火谈判。那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伊朗可能开始开打了。目前来说，伊朗的定位是没有打算要进行伊朗跟以色列的全面性的战争。伊朗强调的是它的主权受到攻击，它要进行的是它的这个报复性的一个打击，也就是所谓的自卫反击。我受到攻击了，所以我有合法正当性，我实施自卫反击，所以我不会去攻打以色列的平民百姓的居住的地方、民生设施，我都不会攻击，我只攻击以色列的情报组织，也就杀掉我的这个来宾、我的客人的这个情报组织摩萨德，还有就是以色列的军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军用的设施。目前他们把范围限定在这个地方，那究竟会怎么打？大家都在推敲。有人认为说无人机空对地的攻击是可能性很高的，还有就是透过这个导弹中程的或是近程的导弹。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透过代理人战争，透过黎巴嫩的真主党或者是这个叙利亚或者是伊拉克民兵组织进行攻击，他们认为这一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以色列的参谋本部也批准了，在昨天也批准了他们的多条战线的作战计划。有谁参与呢？有北方司令参与，有空军司令参与，有国土防卫参与。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以色列的评估跟目前大家评估伊朗的攻击线是比较吻合的，也就是北方的防卫、空军的防卫，还有就是本土的防卫。那大家要留意的地方是呢，一旦开打以后，油价会波动，股市会波动，所以在这段时间会建议观众朋友要有这种风险管理、避险的一些措施。好，我们接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杨永明老师，怎么看中东的战火？是真的一触即发吗？现在大家都这么说嘛，那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它都不断的在强化这一块。而且看起来美国因为上一次的前车之鉴，4月14号的时候呢，那一波其实伊朗还先做了预告宣传，还做了一些美国的这个部署跟防范。但是如果就比照上一次的，就是一波的巡弋弹道跟无人机的攻击他现在还是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扩大？扩大的话呢，会不会攻击到比如说以色列的军事以外的这个目标？那就可能这个基础设施，或者是影响到平民。第二个当然就是美军在这个区域的基地，尤其是在伊拉克、叙利亚，美军其实有蛮多的基地，那已经开始有受到一些攻击。但是比较规模小，而不是大规模。他担心会不会来自于伊朗大力的援助之下的这种大规模对美军基地的攻击。至于说在波斯湾其他国家的美军基地，他倒不是那么担心的因为可能伊朗不希望真的发生一个中东大战。那可是呢，所以他就会派遣林肯号，派遣这个核动力潜舰。核动力潜舰里面154枚巡弋飞弹，那就是为了等于是这个威慑伊朗扩大这个战争。我个人认为简单的讲，我觉得伊朗大概不希望把这个战争扩大，这个过于到平民一般的民间标的，或者是呢比上一次的这个攻击更大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成效的问题嘛，他其实手上能够发动的这些攻击
的有效的项目并不多，距离1200公里，你就是重演上一次，要不然你就透过你一些这个其他的组织啊，真主党或者是圣旅城、伊拉克民兵来去攻击一些当地的基地，或者是真主党在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比如说戈兰高地，现在过去都有限。那有效的呈现的情况，这个我觉得其实你看到最近连续2个国家对伊朗开始有一个支持的态度出来。那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一个是昨天中国大陆。王毅亲自打电话给就伊朗的外交部长，支持伊朗的主权跟这个和平的安全的维护，但是也希望跟伊朗在就是金砖组织当中继续去合作。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有一点在支持伊朗，但希望伊朗谨慎，不要扩大。第3点，我觉得是他也会讲到以色列会怎么报复，这个战争会完全超乎伊朗的预料，同时这个会帮助川普当选。我刚刚讲的战争扩大的时候，贺锦丽，这个蔡锦丽就没有办法去做论述，但基本上其实美国人就会看穿他这个那个笑的本质的后面是空洞、没有政策，而且不懂得论述的，那川普就会高啊！你不要忘记，当初川普退出伊朗核子协议啊，所以我觉得伊朗也许会发动，但不会把这个扩大。是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中东的局势看起来升高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以色列的军人停止休假，对，尤其空军停止休假嘛，那就是他的飞行员是不是要上飞机要跨境，所以炸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的贝鲁特，也有炸那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都有可能啊，因为这些都是飞行员，他一出境的话，战机没人飞不可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它比较它可以打，但是不耐拖。因为它是工业发展国家，拖下去对他来讲，以色列是不利的。但伊朗无所谓啊，伊朗不但可以打，它也耐拖啊，耐拖，它国土够大，它耐拖。它从1979年，美国都对它经济制裁，因为人质危机事件一直制裁到现在。是，反正它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反正它是打光脚了，打光脚继续打光脚也无所谓。所以伊朗来讲，时间站在伊朗这一边，而且伊朗它在上礼拜没有发动战争，讲先对以色列搞得人心惶惶。为什么？因为随时好像要来，结果没有来。那哪一天来不知道，时间压力产生也造成心理压力，是这样。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对以色列来看是不利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乌克兰泽连斯基派了这些部队啊，这个跨境进入俄罗斯，进入库尔斯克，我要认为这个孤军深入。孤军深入原则上对乌克兰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你的后勤补给，刚刚赖教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啊，他万一切断补给线。你孤军深入，你的后继不上怎么办？是弹尽粮绝，你会造成怎么办？不是投降，就是全部被歼灭哦。是按照道理讲的话，他牺牲会非常惨重哦。一时能够得胜，因为它攻势会有作战的效果，一时的得胜不能代表长久的得胜啊。